AI 一直是很热门的话题，我们用来写稿、做视频、做图片，但是 AI 公司排队上市也是热门话题之一。没错，像最近 SpaceX 还有 OpenAI 都传出了要上市的消息，相信很多投资者都不会想要错过这个机会。但像我们这种散户投资者，如果我们想要抢购 AI IPO 股，到底门槛有多高？我们要如何抢这波红利？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欢迎来到理财万事通。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我是林平莹。我们高兴请到 CMC Markets 销售总监肖根宇 Eric 来和我们聊聊抢购 AI 新股的攻略。Eric 你好。Andrew 你好 ，Eureka 你好。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 AI 企业排队上市的那个传闻不断比如说已经合并了马斯克旗下的 XAI 的那个 SpaceAI， 它可能最近就要在6月份上市了。然后我们还看到就是我们日常在使用的 ChatGPT 还有那个 Cloud 背后的那些公司模型商 OpenAI、Anthropic 也纷纷都要上市了，估计是今年晚些时候。那您今天可以先给我们的听众讲讲，就是为何突然间这些大型的 AI 巨头们他们就开始要排队上市了呢？ IPO 发行上市也不是最近几年才变得火热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之前呢上一个高峰期，比如2020年，那当时美国发行上市的公司总共有1300多家，1400家公司上市。那我们再看去年呢，2025年虽然这个数字只有343家，但还是比2024年来得高。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可能看得到的就是这个数字还会持续的回升，我们还在一个回升回暖的这个阶段。像 ChatGPT Anthropic AI 这些公司的话，他们通常有一个估值阶段，就是在上市发行前。那么在这个估值阶段呢，他们会看用户量有多大，因为是 AI 软件嘛，所以最近我们也是一直听到，好像个人机构包括政府部门也是公开表态他们依赖这一系列的新的软件使用。因此呢，就是我们可以判断，好像 AI 这些新的科技股他们也是会抓准时机，希望在今年一个比较好的大环境下，能够估一个好值，然后再发行上市。但会不会估值过高？因为抓准时机，现在有些人会担心 AI 是个泡沫，然后就是把那个价格炒得太高了。你觉得现在的大环境跟估值是合理的吗？顾虑还是会有的。那我们这方面的话，也是可以参考钱的流动性，我们称之为 M2 Money Supply。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就是比如去年在美国市场中，流动性的美金 US dollar 已经突破了 22.67 兆。但是我们看可能2020年当时呢只有19兆，也就是说这2年政府也是有进行量宽的一些政策嘛，然后流动性增加，也是创下历史新高。我们再考虑另外一点是，其实这几年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有一直在经历嘛，就是通货膨胀新加坡可能物价也是一直每一年都在提高嘛，所以通货膨胀再加上这样流动性的一个历史新高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听众朋友可能可以联想到这2个概念。因此来看，如果说今年这些发行的估值有点空前之高那样的话也是会变得理所当然了。所以你会关注总金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就是 money supply 跟这个估值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这2者之间的关系呢，就是流动性通常如果说增加的话，那想象一下这个市场中流动的资金就变多了，底层的消费者的话，我们想要购买任何产品，我们的竞争力是否会增加，变得更激烈，或者是说我们的 purchasing power， 我们可以购买的那个权利会慢慢的缩小。这个原理的话，如果放到更大的这些 IPO 发行商的话，如果说它的估值过低，还是说跟去年类似的那个价位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是说看到对挤的那样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说过高的购入股票的这样一个现象发生。您刚刚也提到说，就是大家
都会想要抢这些科技股的第一波红利嘛，因为他们在上市之前都是在私募市场交易的，普通人其实享受不到他们增长的那个红利哈。那现在他们都有那个 IPO 的计划要来了，如果是一个幸运的合规的投资者，然后他有幸认购到了这一波 IPO 巨头的那个 IPO 股票，那对投资者来说，他们能得到一个怎样的一个红利，或者说先手优势呢？先手优势的话，我们这一部分我们指的是在公司股票上市之前，投资者可以预先以发行价来购入这些股票。这方面我们也是可以参考以往的数据，像2020年当时有1400家公司上市嘛，在这其中呢，有75%的公司它其实在交易的首日，它的交易价已经高于它的发行价。当时我们这些投资者如果能以发行价入场的话，也就是顺势可以得到一笔红利。在2025年的这个数字还是维持在71%左右，也就是说能够从中获利的这些投资者还是占大部分比例的。所以如果投资者能够找准时机，有机会被抽中进入一个 IPO 的话，那么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入场选择。那它是怎么入门的？因为我没有买过任何 IPO 股，在我认知，它不就是内线人士玩的游戏吗？就是我可以买得到 SpaceX 的股，我是散户投资者，我可以买得到没？就是不敢想象哦。这方面可能最近几年呢，它也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高峰期嘛，上市比较多了，可能个别投资者才开始踊跃的去参与。提到 IPO， 我们先要澄清一件事就是散户投资者的话，您必须是一个 AI， 就是 accredited investor， 我们所谓的 accredited investor， 各位，是 AI 非 AI accredited investor， 专业投资者的话，他可以就是说参与这些抽选。当然在这门槛之上，你可能会问说，抽选的几率有多高，或者是说多低呢？给个例子，就是以散户的几率被抽中的几率的话，一般是在5%到10%左右，所以并不高。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多一轮筛选，就是说通常 IPO 发行的话给散户配置的只有10%，剩下90%都往机构那边去配置了。还有一点，如果说这一类股票是特别热门特别抢手，我们每天在那个新闻上都看到他们存在的话，抢购的那个几率可能会更剧烈。所以有3个门槛，但第一个那个 accredited investor 的门槛又是什么？ accredited investor 专业投资者的话，就是你每年的收入必须要超过30万新币，或者是说您的净资产 net asset 要超过200万，或者您的流动的现金，包括您的 money market 这些流动性的现金的话，也是要超过100万。这个门槛还是不低的哦。所以很多人只能等到第一天去购买那个股票。它是一个 either or。相对于一般的传统行业的那个新股的话，您觉得我们在研究 AI 新股的时候，有哪一些相对比较特殊的业务指标、经营业绩、经营数据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呢？AI 股票的话，我们其实以往看到的案例并不多，但是我们在行业里面有一种做法，就是以相对的估值，也就是看同行业的竞争力，一些普通指标像市盈率啊，还有他们的增长前景、增长百分比，这些都可以作为参考的数据。还有就是从大环境、一个地缘政治方面来看待，这是否 AI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增长前景。很好的一个比方就是我们最近可能看到像新加坡政府，它其实也是承诺在今年投资10亿来研讨 AI 这样的一个发展前景。对，那美国呢，去年已经是开始了，而且他们承诺是160亿。但实际是只投放了33亿，所以会有这样很大的一个落差。但不过他们的数字还是一个挺好的，就是33亿也是蛮多的嘛。其实意味着它是一个很好的增长趋势，因为有政府的支持。我们看到像 SpaceX 它现在风头那么劲，然后接下来要上市的 Anthropic、OpenAI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个 IPO 项目。那可想而知，那个新股的竞争会非常的大。购买难度肯定也会上升，不管是对机构还是对于个人来说。是的。那如果就是你作为一个散户投资者，你等不及了，或者是你担心抢不到
到时候的那个 IPO 的那个股份。还有哪些进场的方式呢？这部分也需要让听众朋友们先稳住哈，别着急进场，还是说觉得哎呀，我错过了这个发行了怎么办？那 IPO 如果说你们能够上车也没关系，其实因为它还有一个完整的二级市场，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些交易所嘛。那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是可以探讨一些新型的交易平台，还有就是传统的一些券商，那他们都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环境来让您进行买卖。那前提是当然就是我们需要可能等到这些股票上市之后才能够进行参与。新加坡能够联想得到的可能也是我说房地产市场吧，因为新加坡好像最近我们新加坡人也是很喜欢炒作房地产市场。那房地产的话也是有新楼盘开盘，那到时候可能很多买家也没有办法就是说第一轮先手就抽中理想的单位，那没关系，就是这些买家的话他们也知道有一个二手市场，所以从中挑选一些比较好的优质房地产，或者是说 IPO 的话是优质股来进行买卖获利，也是可以的。非常好的比喻啊！除了像二级市场的交易啊，我们还看到之前有一个在那个美股那边特别火的一个股票叫 VCX， 就是所谓就是大家给它取了一个外号叫平民风投股。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封闭式基金，然后它是在美股上市嘛。但是它的资产构成特别有意思，它是持有了 SpaceX 啊、OpenAI 这些 AI 巨头的那个他们私募阶段的股份的。那像这种替代性的那个金融产品的话，您觉得对散户来说应该去买吗？应该去追吗？ VCX 这类的话，它是一种封闭式基金，然后他们专投一些未上市的，可以是 AI 啊，可以是科技股这类的，然后听上去很好，对吗？就是我们投资者可以就是在这些股票上市之前就预先购买配置到这样的一些股份。风险当然还是有的，因为它是一个封闭式的环境，所以散户通常如果说购置这些产品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套现。也就是打个比方，如果说这些公司在上市过程中，上市前他们的运营模式出了状况，还是说他们的估值受到了影响，那不管是对于散户还是基金本身的话，想要买卖是没那么容易的，也有可能就是说封锁在里面的，就没办法套现，就一不小心会被套牢了，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这类封闭式基金的话，它还是跟我们其他的可能在网络上平台上看到的那些 ETF 啊，还是那些基金啊，其他的 mutual funds 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所在，因为他们投资本身他们的 underlying 他们的股份是未上市的那些公司，所以以基金本身的能力能够快速的进行买卖，或者是说重新进行配置的话，这方面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观众想要搭上这个 AI IPO 的热潮的话，他们有什么风险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我想象的画面是，你说如果我们搭不上那个 IPO， 我们没有办法认股的话，可以通过这个二级市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平时的一些交易平台，你就可以购买得到嘛。就可能我第一天我就赶快去买了。可是如你所说的，如果它是被炒热的话，可能第一天的价格就是冲上去，但是业内的人士那些本来就已经有股份的，可能是会到货的。然后就变成了割韭菜的一种现象，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就第一天买那个风险是不是很高的？要不要等它冷静下来、稳定一点才入场？确实有这个风险。这一系列风险的话，其实我们看一下之前发生的几个案例，也是可以从中获取一些线索。之前你们可能会听说到一种叫 SPAC， 我们说的特殊购置发行的公司，他们的作用是帮助那些想要上市的公司，但又不想要经过 IPO 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环节。因为 IPO 的话，其实公司是需要公布所有的运营模式啊，包括他们的盈利啊，还有 cost 啊这一系列的那些数据。所以如果说这间公司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 IPO 环节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说投资者也没办法看清这家公司它的运营状况到底如何。那我们只能听说还有看那些标题啊来进行一些抉择，然后从中的话我们可能难免就是说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新加坡其实也是有一间上市公司，之前也是通过 SPAC 嘛来进行上市的，然后之后它的股价就暴跌了80%，所以发生的可能性也是有的。那作为我们个人投资者，可能在这一方面或许有更高一层的难度，看得到的那些数据可能比那些机构的来得少。那从这方面的话，有这几个案例线索我们可以参考，只要我们注意这几点的话，还有最重要的还是稳住心态，就别着急的进行入场。那还有什么风险呢？因为 Eric 提到是我们散户投资者无法占的优势是我们对于公司的业务没有透明度，我们看不到嘛。其实这一方面也是要澄清一下，就是有可能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像 SPAC 啊，他们没有经过 IPO 这样的一个正式的环节，就连机构也是可能会被套牢。就是如果说他们没有充分理解这家公司的话，那地缘政治也是风险之一嘛。因为虽然 AI 是热潮，但大环境宏观的环境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我们最近可能一直在新闻上看到就是中东的局势，其实每个人都很担忧的。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世界上原油运输的一条要道被阻塞了，被关闭。那长时间下来呢，它也会导致就是我们全球的通货膨胀大幅的提升，而且是维持性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打个比方吧，欧洲那边的话，其实他们对中东的依赖性并不多，但是也是不少。所以像他们那边的飞机燃油库啊，也只剩下6个月左右的供应了。而且就是说，他们燃油的费用也是已经增长了100%，翻了1倍。在亚洲这个情况呢，因为我们更加依赖中东这样的一个原油输出，可能大伙儿并不知道的是，原油不只是您的汽油、柴油啊、飞机燃油，它其实从中可以提炼很多的，像碳纤维啊，还是您的那些塑料，大部分都源自于原油。所以这样的一个供给，如果说被中断的话，或者长时间我们经历到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环境，也会导致这些物价都飙升。飙升物价对市场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这样看，市场的流动性，我们之前提到的美国市场，它流动性超过22兆，它22兆不会因为通货膨胀而减少，只是说您可能购买的那个 purchasing power 会缩小了。其实投资者可以联想到一点，就是您要不是购买资产，或者就是被时代抛弃，因为通货膨胀不会等任何人，它会持续性的增长。但是如果说您资金的流动性不变，或者是说增加的幅度并不多，就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前景，就是说我到5年10年后，我可能我再想去买这些资产啊、股票之类的，它可能到时候的价格已经是翻了1倍甚至更多。我们现在看到大环境的这个顾虑就是存在这一点，就是5年后10年后，因为通货膨胀持续上升，我们金钱到底会变得更值钱了还是更少了，这一点听众朋友可能需要就是谨记在心，然后做出一些对应的考虑。我们也知道通货膨胀，大家最关注的还有一个政策的走向，就是美联储它会怎么做它的那个利息决议。我们知道，就是一般如果通货膨胀维持比较高的位置比较长的时间，超过他们能忍受的范围的话，美联储大概率是会加息的。那它加息的话，就意味着那个资金成本会上升嘛，是不是也会影响现在股市上的流动性呢？那您提到的这一点，我们首先可以看一部分是，如果说我现在不投资的话，如果说我现在没有配置资产的话，我可能到时候我的金钱就不如以前那么的多了。因为您提到的那一点，加利息嘛，加利息其实就是成本的上涨，那成本的上涨也是跟整体这样的一个资金流动性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机构本身它会考虑，如果说我现在不配这些资产的话，我手持现金，那到时候岂不是说在通货膨胀这样的一个情景下，我的资金购买力就变小了？所以它首先考虑的是这一点。那其次再回到我们所说的，如果美联储到时候迫不得已必须加息，那到时候会引发哪一些连锁反应呢？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参考2020年，就当时美国那边的 CPI 通货膨胀率也是达到9.1%，也是已经是相当接近历史新高了。当时美联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加息，那导致连锁反应就是那个时候股价就开始下跌了。我们会不会再见到这一方面的重现呢？非常有可能，但前提是美联储做出一些决定，
才会导致这一系列发生。如果说通货膨胀率到后来我们还是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可能在4%以下，也是有可能就是我们以目前的状况来说的话，可能机构配置还是维持不变。您对今年美联储就尤其是那个 Walsh 新主席上来之后的那个政策的展望是怎样的呢？我以可能市场人员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大机构对于谁是美联储主席，其实这个也无关乎，因为美联储的话，它运营的一个模式是，它必须要时常跟美国中央政府来进行一个讨论。然后看各系列的数据才能够投票进行决定，而且不光是美联储主席他一个人能够说了算，这一点是美国政治的高明之处，就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能够做出这些决定。所以我们以现在的趋势来说的话，那很有可能今年我们就看不到任何降息了。至于明年他们会不会被逼迫增加利息以对抗这个通货膨胀率，我们到时候还是需要拭目以待。好，我们请 Eric 来总结一下，就是那么多的风险，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想要投资 AI 新股 IPO 股，你会给他什么建议？首先投资者需要稳住，就是任何决定的话，最好不要就是说以冲动为主导，就是进行投资。在选择投资方面也是有2种不同的办法，一个是我主动的去研究个别股，还有那些公司的背景。那以个别投资者的话，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可能会有许多盲点。那么切换到另外一种模式，就是可不可以考虑一些就是比较 passive 被动的那些基金啊，或者是 ETF 这些来入门入场呢？也是有可能。就是最主要还是我觉得投资者的心态必须要放缓，然后要认清现实，看这些不同的指标之后再做出决定会比较好。好的，非常感谢 CMC Markets 新加坡销售总监 Eric 肖根宇和我们分享那么多，谢谢你 Eric。谢谢 Andrew， 谢谢 Rika。观众朋友，你是如何看待这股 AI IPO 热潮？对于今天的话题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底下留言。也记得点赞、分享、订阅理财万事通。本期节目主持詹敬和、林拼莹，编导吴婉君。今天的播客在新报业媒体 Studio Plus 65录制。理财万事通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理财万事通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请咨询专业顾问。节目可以在 YouTube、Spotify、Apple 和早报找到。欢迎点赞、分享我们的内容，并开启通知，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更新。